我国将在尼加拉瓜建深水港，比前开港离美国更近，布局极其精妙。中国与中美洲的尼加拉瓜签署了建设深水港的协议，其位于尼加拉瓜东部，靠近加勒比海地区，位置比前开港距离美国更近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尼加拉瓜的基本情况。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地区中部，北靠洪都拉斯，南连哥斯达黎加，东临加勒比海，西濒太平洋，总面积为 13.04 万平方公里，总人口约 684.4 万，印欧混血种人占比达 69%。尼加拉瓜首都是巴纳瓜，临近太平洋，人口 109.5 万。它不仅是尼加拉瓜最大城市，更是商业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在此集中了尼加拉瓜工业的1/3，农业以种植咖啡、棉花和玉米为主。尼加拉瓜地形为东西不低，中北不高，其北中部为高地，东部为海岸平原，地势低平，多丛林沼泽；西部为沿岸低地，其东多火山湖泊。尼加拉瓜平原高温多雨，属热带海洋性气候，中部高地的年降水量在1500至2500毫米之间。尼加拉瓜是拉美主要产金国之一，与它们有106条基脉矿，年产量居世界第13位。其他矿藏有银、锑、锌、铜、铅等，其中地热资源、鱼虾等水产较丰富。国内的森林面积占全国的 43%， 以出口松木和桃花心木为主。尼加拉瓜以农牧业为主，主要生产棉花、咖啡、甘蔗、香蕉、肉类等。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 178.29 亿美元，人均国内产值 2530.3 美元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3.8%。2023年尼加拉瓜的出口额为 66.88 亿美元，进口额为 93.8 亿美元，同比分别增长 6% 与 3.1%。主要出口商品为黄金、咖啡、肉类、乳制品、蔗糖、花生等，进口产品为原材料、消费品、石油、燃料、润滑油等。前开港的战略价值。据报道，中国与秘鲁共同建造的前开港在今年的11月14号正式举行了开港仪式，这就标志着这一巨型港口正式的投入到使用当中了。前开港没有建设之前，秘鲁及其周围国家想要与我国进行海上贸易，都得绕道而行，从大西洋向西，穿过巴拿马运河进入太平洋，最终抵达我国，或者向东借到非洲南部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，再把货物运到我国。前开港正式运行后，南美洲的货物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穿过太平洋，直达我国东部沿海的港口。航行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至约23天，节约 20% 以上的物流成本。前开港地处秘鲁西海岸线的中部，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北78公里的前海湾内，向东背靠南美洲大陆，向西面向太平洋，与我国隔洋相望，属于秘鲁国内的一处天然深水良港，其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。前开港的港口最大水深可达 17.8 米，能停靠 1.8 万标准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船，近期年设计总吞吐量100万标准箱，远期150万标准箱的吞吐能力。前开港这一建设项目为当地的就业岗位增加了7500个，为秘鲁每年带来的收益也能达到45亿美元，相当于这个国家 1.8% 的 GDP。这一历史性的工程不仅改变了秘鲁的贸易，还能辐射其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比如可以通过连接泛美公路，前开港能连通南美多个国家的公路，从而可以辐射到巴西、智利、玻利维亚、厄瓜多尔与哥伦比亚的国家。前开港的建设对于我国来说，相当于为了加强我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往来，开辟了一条高效又安全的通道。以前开港为支点，整个南美地区都将在我国出口物流的范围内。前开港的开通可以说是我国与南美各国合作的加强，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。前开港建成后，对于秘鲁来说将成为南美对外贸易的关键窗口。秘鲁每年仅靠收取过路费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另外，秘鲁海岸线长，沿海水温适合鱼类繁殖，渔业资源丰富，是世界渔业大国之一，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。我国在今年的前10个月与秘鲁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达到 2546.9 亿元，同比增长了 16.8%。秘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，我们国家已经蝉联10年了。
秘鲁的前海港刚开港没几天，美国就对此表示深感忧虑。有相关报道称，美国高级官员表示，所有经过前海港入境美国的货物都应该缴纳60%的关税。3. 尼加拉瓜深水港。秘鲁的前海港距离美国西岸的洛杉矶约6664公里。不过，计划中的尼加拉瓜深水港位于尼加拉瓜东部的布鲁菲尔兹，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只有约1609公里，又是在号称美国内海的加勒比海内，对美国的冲击力可能更大。布鲁菲尔兹是尼加拉瓜东南部港市，位于布鲁菲尔兹湾埃斯孔迪多河口，因湾内泥沙堆积，进出口贸易需经由外港布卢夫。工业以木材加工、冷冻海虾、金银饰品加工为主。对于蓝田港的计划，尼加拉瓜在10年前就已经提出了，与荷兰工程公司在2018年也签署了研究开发的合约。本来是计划在2020年底完工的，但因为资金缺乏，停止施工，一直维持到现在都不曾动工。中国在南美洲秘鲁将前海港修建完成后，更加开始寻求在加勒比地区的立足，并拓展自身的势力范围，因此就选择了位于中美洲中部，并且与我国合作最为密切的尼加拉瓜，在这里修建新的深水港。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位于南美洲西部紧靠太平洋的前海港，位于中美洲东部靠加勒比海还未修建的蓝田港，这2个深水港一南一北，一东一西，可以摆脱美国的控制，以规避更高的关税税率。